好，我是圆圆。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我们都看过导盲犬，但是我们没有特别了解关于导盲犬这个很特别狗狗的工作。那不用担心呢，我今天要特别去访谈一个导盲犬，我会问他很多问题关于他的工作。好，导盲犬你好，请问可不可以介绍关于你的工作呢？还有什么可以讲呢？完全同意，非常非常的有趣哦。那位嗨，欢迎。西班牙美女，今天我们要一起拍片。那位你可以跟大家解释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 So we came to the dog training for blind people, guide dogs, because we heard in the news that in Taiwan the amount of guide dogs is really low. So I'm so happy when I know Yuan Yuan was coming. I was like, 拜托，我要跟你去，拜托，所以我很开心哦。很好。哎，我是我的，这是我的。他几岁？他11岁，他们两个都11岁。11岁对哦。 11，他们已经是那个退休的狗。现在那位好开心哦，今天不回家。这边有 Emily 今天会介绍这个地方，会教我们很多关于导盲犬。今天的工作分配好像是圆圆会拍片，我也会玩狗狗。所以这边是训练的地方。然后看起来他们准备了一些有点挑战性的东西。完全像皮套。OK。要头的附近，对。找到一只吗？对，那你往前摸。好，找到了。这是谁要吃的呢？好棒哦！给你了，很棒啊！好棒哦！好棒哦！我想问一下，你是训练狗狗多久4年左右。那你觉得这个工作有什么你特别喜欢的？特别喜欢就是每天上班都有狗可以摸。OK。对，然后不用坐办公室，因为像我的工作就是带狗狗出去走，所以我其实整天都是可以在外面。通常在外面？对，通常都在外面拍照，就是可能走在路上啊，然后去坐公车啊，坐捷运啊。所以不一定是这里。这边的话就是会做一些比较基础的训练，像这个可能是反障碍物啊，或者是可能找的路标物、找椅子啊，或者是找楼梯等等，简单的会在里面做。但通常他们训练大部分时间还是都是要出去走实际的路况，需要实际的。对，谢谢。哇，棒棒！大家给我一个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好舒服哦。再走。你好。你好，来欢迎。你好。你好。你好。我们今天来这个导盲犬学校去了解关于导盲犬。可以分享一点关于为什么有导盲犬，什么时候该使用，然后对你来说有什么帮助之类的吗？其实导盲犬是在大概10年多前，那个时候偶然听到朋友的分享，还没有导盲犬之前，我是拿手杖在走路的视障朋友。然后想说，因为很没有自信心，所以也就不太敢出门。了解。那朋友说导盲犬可以带我闪避障碍物，还有最重要的是，它也是我的心灵好伙伴。那就因为这样的起源，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来试看有没有缘分。说起来，其实导盲犬就是我跟它的关系是，互相照顾的一个关系。那你跟就在一起多久？5个多月。5个多月，所以是蛮最近的。新合作，新伙伴。可不可以分享，就是刚开始研究一起是怎么样？就是第一天、第一个礼拜会有一点
磨合的时间吗？我们磨合要磨很久，但是对第一天呢，我印象难忘的应该就是上洗手间这一回事。那他一开始来，对他来讲我是陌生人，那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还没习惯在一起。对，所以我请他做什么，他会心里想着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 OK， 所以过了这个训练之后，还是需要跟主人一起再跟主人一起训练，对这是另外一种训练。关于他认路，他需要学，比如说你住的地方，然后要怎么去 A 或怎么去 B。其实这个就是每一只狗狗很可爱的地方。我们这一只它就是比较需要多一点点的环境认识。那如果说你突然 A、B 突然闯出个 C 或 D， 它就会开始觉得怪怪的，怪怪的，那它就会开始有一点点不安全感。OK， 所以它相对是固定路线走的很棒很棒，新的路线就需要给它多一点支持跟时间去调试。像导盲犬他们会走的路线啊，都是经过就是视障朋友、导盲犬还有我们的导盲犬的指导员三方的共同训练。OK， 之后他们才会走这个路线。女人一开始来找我的时候就说她很疑惑，就是为什么路上声音这么吵，然后这么多的车子，那这些狗狗跟视障朋友会不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其实真的会。对，那我们的人行道上永远不是只有行人在走，还有摩托车啊、脚踏车啊、卖小吃的啊，对，各式各样的状况都有。对导盲犬跟视障朋友不是那么方便跟友善的地方啊。所以你现在在市区跟 Joe 一起走，会觉得安心。一开始会不安心，嗯，那是因为我们两个都还不信任。那慢慢的走久了，他就会越来越有自信呢。那他越有自信的时候，他就会帮你留意的事情就会比较多，你会感受到他的自信。对。现在你们有这个狗狗？目前现役中的犬只有37只。那再来的话，我们其中有7只狗狗正在做导盲犬的训练。未来训练成功就可以配对出去给视障朋友，像静好这样子的视障朋友，然后就可以成为就是一起走在路上的好伙伴。像我们现在正在等申请导盲犬的视障朋友，大概还有28个左右。OK， 对，他们正在排队等候导盲犬训练好之后。视障朋友其实最主要的第一点是，他必须是出自于自身的意愿来申请的，因为狗狗跟他合作了之后。其实不只是这一只狗狗带着视障朋友行走，那很多的时候其实是这位视障朋友必须照顾这一只狗狗，例如喂它吃饭、帮它洗澡、帮它刷牙、带它上厕所、帮它清耳朵，这些都是视障朋友每天都必须要为他的导盲犬做的事情。对，真的感觉到我们现在在讲话，他们都非常的安静，他们在等。就睡觉了，对，想说现在那个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就睡觉了。休息时间。I hear dogs can't see color. Yeah. So how do they know in a traffic light? Because in Europe we have the PPP, right? But here no. If they cannot see color, they just look at the rest of the people. 好，这个问题要让静豪来回答你们。其实导盲犬它没有办法看红绿灯的。对颜色的关系。对，那这个时候就会是需要主人来听车流的声音。所以导盲犬它可以帮视障朋友找到路口，那这个时候视障朋友就会听声音来判断说能不能过马路。可以过的话，那我就可以跟狗狗下指令说前进。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又还有一点很特别的是，导盲犬的训练之中，它不是完全服从它的主人的指令，就是如果今天视障朋友判断可以过的时候，其实是不能过的。那这只狗狗就不会动，它就要违抗它主人不正确的指令。所以在导盲犬训练之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在这一个点上，就是有很多是需要这一只狗狗判断的部分。我有一个问题，你觉得他了解他的工作是什么吗？还是他了解你是视障？久了就会了解，尤其是久了，他就会了解我是视障。这个是因为他平常躺久了，
躺着，对不对？你像那边躺着，我可能刚洗完澡出来，他躺了，他也不会跟我说我躺在这里，你要小心。我们就是不知道他躺在那里，所以有一次我们走的比较快，就不小心，稍微有点力道的踢到他，他就会说，哦呦，这个要小心哦，这里看到这个爸爸来了，他如果没有注意到我会被踢到。1次2次，他就会稍微留意一下。我们的狗狗完成训练的时间大概是3岁左右。OK。对，那他们会去跟视障朋友合作到这一只狗狗8岁到10岁左右就会退休，所以陪在视障朋友的身边大概是5到7年左右。OK。对，那因为其实狗狗的1岁大概是人类的7岁。对，所以假设他今天工作到10岁，已经是人类的70岁了。对，那个时候他可能第一个是他体力会比较不好，他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带着视障朋友行走的时候闪避路上的障碍物。对，那我们大概在狗狗8岁之后，就会开始评估说这只狗狗还能不能负担导盲犬的这个工作量，评估说这只狗狗它不适合再继续担任导盲犬的工作，我们就会安排它退休。那退休之后，我们会帮他们找很棒的收养家庭，对，跟人类差不多，跟差不多，对，但是也不是每一只导盲犬都可以完成训练，训练的成功率在台湾来讲的话，大概只有20%到40%左右。对，所以假设你一胎有1只小狗，大概只有1到2只可以训练成功去当导盲犬。那其他3只会，他就去当开心的宠物犬，不用工作了。对，就去过适合他们的生活这样。希望可以这样。就是你如果大学失败，你就不用上班了。对。请问你的工作是什么？我是在教视障朋友运用科技的部分。他教其他的视障朋友怎么用手机。对。所以基本上就是手机会。对，手机会说，就是跟我们用的不太一样，是手机会读到他摸到的地方。对。OK， 所以就是看你碰到荧幕哪里，它会有反应。对，像我们摸通话。好，等一下。点下去，然后就可以选择你要视讯通话或者是语音通话。然后点下去，它就真的打给对方了。OK， 了解。谢谢你，谢谢。那问一下，如果大家要知道更多关于你们做的工作内容，可以找你们在哪里？可以加我们的脸书的粉丝团，然后搜寻慧光导盲犬学校。那我们现在也有 Line@ 的账号，也很欢迎加入我们的 Line@，随时掌握导盲犬最新资讯。OK， 我会把所有的资料放在影片的下面。My dream come true. I'm in paradise. These people are amazing. These dogs are amazing. 很棒，他们都很棒。Amazing， 好可爱。好，谢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这个影片，请给我一赞，订阅我的频道，分享给朋友看。好，跟大家说下次见，拜拜。知道你很漂亮，对不对？为什么每一次这样子？开始这样回家，没有什么这里舒服吗？很。